放松，跟着我的节奏来，3、2、1，呼吸。雅琴，听到妈妈说话了吗？我终于找到你了！刚才在病房里没有看见你，好担心你。雅琴，别怪妈，妈不能陪你一辈子，是不是？雅琴，妈妈到站了，能留给你的就只有这双眼睛。照顾好自己，知道吗？张小雅，我绝不会放过你的！啊！看我这边。 没有排异反应，可以出院了。回去注意卫生，记得按时滴眼药水。如果不舒服，回来检查。说了半天，全是张小雅和江雅琴的事儿，跟你都没关系是吧？ 警察同志，我都跟您说了，是我的错，我承认。那不是我的错，你让我承认什么？哎，景天，怎么样？好，我知道了。 刚才景天打电话来了，说江雅琴确实在张小雅出事前，去农贸市场买了很多的苹果。周慕慧，你还记得江雅琴的母亲是哪天跳的楼吗？我记得哪天？8月3号，那天我刚从北京进修回来，一进医院就听说跳楼的事儿，我还和小雅大吵了一架。那是我第一次提出离婚。等等，等等等等，张小雅坠楼，也是8月3号。我明白了，这就对了。这个案子很有可能是
江雅琴因为当年张小雅对她母亲语言不当，造成了她母亲跳楼死亡的事儿，而对张小雅进行了蓄意报复。报应啊！报应？要不是你把 CT 报告什么藏起来，还真不一定报应得成。假惺惺！你们再找找，有没有什么相关证据？我去通知金玲验尸。是。怎么样嘛，老公？这是我特地从咱们医院的护工队里挑来的，看着不错吧？哦，拟定。不是，你看一眼啊，这给你妈找保姆，又不是给我找保姆，这以后不合适了，算谁的？不好意思啊，怎么称呼？我姓孟，叫我小孟就行。小孟，是这样啊，2个母亲需要照顾，你辛苦了。啊，对，小孟，忘跟你说了，我们家俩妈，一个是我妈，一个是我老公他妈，所以没事儿，一个是照顾，2个也是照顾，就当你这话了。行啊，哎，小孟，来，你费心了，妈妈走了啊。哎，辛苦了，小孟。没事，小孟，这样，我呀，带你先看我妈去，走。妈，怎么样？好点没？好些了。这个是给你新找的保姆，叫小孟，以后啊，就她照顾你了。阿姨你好。会做什么菜呀？我四喜丸子做的还不错。好，软和，下饭。显然，这个江雅琴有足够的耐心，她成功潜入张小雅家，但是并没有急于开始报复，而且他有足够的心机。他既然能够光明正大的随意出入张小雅家，那他也一样可以采取任何什么投毒啊，甚至煤气爆炸等恶性手段。但是他都没有。那想来应该是他一定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，来达到既杀害张小雅，又能够祭奠他母亲的目的。直到他发现张小雅喜欢捕虫术。大半夜的折腾啥？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哎呀，太漂亮了！这个美呀！哎呀妈呀，大半夜的就不知道出个声啊，吓死了！你诈尸你这是？姐，我帮你浇吧，大晚上浇花太辛苦了。算你有点良心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些花名贵的很，一定要小心，千万别把它们浇死了啊！浇死了从你工资里面扣。我知道了，但是每天晚上这样，邻居不会有意见吗？嗨，你管他们干嘛？该浇浇你的，我睡觉去了啊，睡少点。张小雅脑袋有血管瘤，所以影响了她的平衡能力，每次浇花的时候都会手忙脚乱。而江雅琴恰恰利用了这一点，开始人为的造成张小雅浇花早晚会摔下来的假象。
制造张小雅总有一天会坠楼的假象，到利用微刺盲春受苹果水刺激这种偏冷知识点，真正让张小雅坠楼。这中间下的功夫可不是一点半点儿。所以我说，江雅琴既有耐心又有心机啊。她一定因为张小雅喜欢捕虫术而认真研究了捕虫术，甚至有可能她用苹果水之类的研究了很多次。要我说呀，咱要不是有这个虫尔摩斯，这案子都成不了一个案子，最多算陈鹏辉隐瞒事实，蓄意杀人。直到他母亲忌日这一天，江雅琴借口外出，而委托张小雅晚上去浇花。按景天的推测，他除了把浇花的水都配好，还应该把张小雅的睡衣用苹果水浸泡过。是有点急事儿，今晚就不回来了，对不起。今天的工钱就从我工资里扣，谢谢。这么说的话，江雅琴之所以把张小雅的 CT 还有诊断报告藏起来，就是因为她想到了张小雅坠楼未必会摔死。凭着她对陈鹏辉、张小雅夫妻关系的了解，她有可能是在赌。在张小雅坠楼之后，陈鹏辉不会把张小雅颅内有血管瘤的情况告诉医院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江雅琴后期又出现在了医院，是因为他想知道结果到底如何。张姨怎么搞的呀？让主母去浇花，你说干什么吃的啊？你干什么吃的？天天那么人吃，我不知道饭都吃哪儿去了。大晚上的浇什么花啊？干什么吃的？我来医院怎么办？这是责任吗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给我们一个说法！不要说话！事实证明，江雅琴还真赌对了。这对夫妻，可我总觉得这都是我们的猜测。哎，什么猜测呀？那叫推断。对，推断。我们确实缺直接证据，比如像景天说的，张小雅的睡衣上真有苹果水的成分。不是早说了噻，被当做医用垃圾处理了噻，所以谭景天才说证据缺一环噻。那孟江月，不，江雅琴，有和张小雅一模一样的睡衣也行。我倒是想到了会有个证据，当然了，也许不是直接证据，甚至有可能也是个推断。是这样，显然，江雅琴计划的策划和实施，可以归结为。怎么说呢？祭祀性杀人。祭祀性杀人。我之前说过啊，这种杀人方式就是要既能够杀死张小雅，又能够祭奠她母亲。那么，我认为，让张小雅和她母亲一样坠楼而亡，只是祭奠的一部分，而另外一部分。江雅琴的视网膜是她母亲移植给她的，那就很有可能，只有她替代她母亲，亲眼目睹张小雅坠楼的全过程，才算真正完成了对她母亲的祭奠。天哪！这个女人，哦，我明白了。刘志，把张小雅坠楼当时的小区所有的监控。按同一时间键，统一播放。好。
看这里。推上去。喏，你缺的那环证据。江雅琴一定是猜到我们最后会发现他是凶手，也一定猜到你会跟我们来到这里。不可能，逗你呢。所以江雅琴在自杀之前特意嘱咐亲属把水衣交给我们，应该算是认罪了。唉，这个女人呐。如果说一个母亲为了女儿这样，我可以理解。但是一个女儿为了母亲，她俩不是亲生母女。江雅琴是个弃儿，是当年江永峰在医院旁边捡来的，一直养大。所以江雅琴随母亲的姓，姓江。说说啊。说什么？装。没有。接着装。好吧，这个案子办得我不太舒服。因为江雅琴。这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，也许，我是说也许。哎，师兄。这位是谭景天，这位是谢天琪谢医生。哎，坐吧。嗨，本来我说请文医生吃个饭庆祝一下，文医生偏说要请我吃饭。啊，是啊，这次这件事要感谢谢医生、师妹，尤其是景天，所以呢，这一顿一定要我请。虽然说几顿饭并成了一顿饭，虽然说我是素食主义者，但我还是斗胆来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是素食主义者。这是你我在食堂之外的第一顿饭，而且在食堂你也不关心我吃什么。师兄，你回头可要请谢医生好好吃一顿啊！你这次沉冤得雪，谢医生可是头功啊。虽说私拆别人信件是违法的，但是确实帮助案件取得了巨大的突破，所以警队也会好好谢谢谢医生的。这次我师兄请你来这儿吃饭，
应该是疏忽大意了。这个地儿虽然环境一般啊，但是是属于我们3个的一个据点。哎呀，早说，那我就更不应该来了。还好没开席，那这顿肉你们3个就踏踏实实的吃，我先走。反正我跟文医生天天见，有的是时间。别啊！要不您就委屈委屈，吃个锅边素，好不好？不好。我看咱俩谁都别委屈。文医生，改天我再请你吃，我先走了，不用送。师兄，我是不是有点过了？没有，没事儿。他反正也是吃素嘛，等我下次再单独请他吃一顿，我晚点联系他。咱们开始吧。嗯，好，我都饿死了。来，好，来吧，我们的丑尔摩斯，这次你又立功了，今天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。景天，以水代酒，这次真的要谢谢你，我又欠了你1次。哦不，欠你一个人情。下次如果有需要用到我的地方，一定告诉我。说得好，所以今天啊，你就痛痛快快吃一顿，等明天再继续郁闷吧。为什么郁闷啊？案子不是破了吗？嗯，对。你看啊，你现在最亲的2个人都在这儿，你刚才也只说了一半，那另一半呢？要不，等你说完了，我们再痛痛快快的吃。好。我一直在想张小雅这个案子，也许我妈妈的坠楼也另有隐情呢。
妈，您慢点，妈。你别叫我妈，你是个杀人犯！妈，小兄弟，您帮个忙，帮我报个警情吧，就按我妈说的报，好不好？我求你了，帮忙。这又怎么了？不是让你报警吗？你赶紧报啊！一会儿都下班了，这警车来了，这不是出来进去的多麻烦呐！对不住了，对不住了，大人，对不住了。哎呀，我这造孽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还看什么看呢？让你报就报啊！他就是杀人犯，他先杀了我女儿，现在又想杀我。妈，你个杀人犯！哎呀，杀人犯！你帮我报警吧，好吗？打110，我求你了，求你了！杀人犯，我饶不了你！杀人犯，杀人犯！哎喂，你好，110吗？我这边需要报案。阿姨，今天这酒又没少喝吧？不是警察同志，你是不是得把老人家先送到医院清理一下或者包扎一下？你不是这个小区的吧？不是，这有什么关系吗？我还头一次见到你们这样的警察，既不询问嫌疑人，也不安慰受害者。你们是不是应该先把老人送到医院处理一下？我们也想给他处理，可是你问他，他愿意吗？你们谁都不许碰我的伤口啊！这是杀人的证据，是他宋志平杀人的证据。叫法医来，叫市里最好的法医过来。听见了吧？阿姨，您这一次一次的浪费警力是小，您这个身体受不了啊。您实话说，这伤是不是您自己弄的？胡说！你们这是偏袒宋志平，是不是？你们这是互相勾结，你们这是贪赃枉法！警察同志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作为报案人，你有必要知道一下这里的真实情况。宋先生呢，是这位老人家的女婿。1年前，老人家的女儿在自己的家中突发脑溢血死亡。老人家始终怀疑是宋先生害死了他的女儿。警方介入调查，确认是自然死亡。可老人家不信啊，就3番5次的自残，说是宋先生害死了自己的女儿。3番5次自残？是啊，算上这次，怎么着也有14、18次了，是吧，阿姨？切！琪琪，我昨天拿份那个新的草图，在你这儿吗？啊，在呢，我给你找。啊。哎妈，来，进屋。杀人了！宋志平杀人了！宋志平杀人了！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妈，怎么了妈？怎么了？我们啊，也是真心疼他，每次都带他去做伤情鉴定，可每次鉴定的结果，都是他自己弄伤的。琪琪呀，你死得冤呐！就这件事儿，他们小区几乎人都知道了。怪不得邻居们都见怪不怪了。琪琪，你死得真冤呐！哎，你妈我也不想活了。妈，我求求您了，咱俩去医院吧，好不好？宋志平，别在这跟我演戏了啊！你敢直视我的眼睛吗？啊？警察同志，你看我这满脸的伤，满脸的血，啊！就他宋志平啊，拿个这么大的烟灰缸，玻璃的，咔嚓一下都砸我脑壳上了。你说他这不是想杀死我，想干什么？警察同志，这样您先按我妈说的做，把我先拘留起来1、2天，哪怕只有1天，你先让我妈舒服舒服，行吗？这不是胡闹吗？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我让他舒服了，我们怎么收场啊？那你们先把案破了呀，也给人一个交代，好不好？我早恨不得把你当凶手抓起来了，可你是吗？好了，这样，朴阿姨，
咱们啊还是按程序来，好吧？您说这次您想让哪个机构给您做伤情鉴定，我来安排。我不管，我就要最好的法医官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可以介绍个朋友给阿姨做伤情鉴定。你？阿姨，我先帮您处理一下伤口吧。哎，不急不急，先把犯人抓起来。阿姨，刚才您说他砸您的烟灰缸在哪儿啊？烟灰缸？你问他，他丢的。是，我给丢了。那你丢哪儿了？我给砸碎了。听见了吗？都是他干的。是我干的。警察同志，我都承认了，你就把我抓起来吧，好吗？吴警官，麻烦你过来一下。你看一下这个伤口，呈直线，4公分左右，上面比较深，下面比较浅。你说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不是钝器伤。对，这是刀伤。对，我记错了，是刀，他拿刀杀我。对，我记错了，是拿刀，我拿的是刀。那你是怎么划的？这狗日的站在我背后，勒着我脖子，从背后他就拿刀刺我。是这样吗？是。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应该是上面的伤口比较浅，而越往下越深啊。那我想起来了，他是正面拿刀刺我的，他就是想杀我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左撇子？不是。我看你也不是，你是右利者。如果是从正面刺的话，伤口应该是在额头的左边，而不是右边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当时着急，我就用了左手。够了，我不管你们在搞什么名堂。吴警官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捣乱，麻烦你上。朴阿姨啊，您看，要不这样，我带您先回去，有什么事儿呢，咱们再商量，您看行吗？七七呀，你死得太冤了。不是。经常在您家蹭饭吃的那个小天儿，您忘了？哦，对，小天儿，对，小天儿，哎呀，小天儿。10几年了，一转眼都成大小伙子了。这要走到大街上，根本我就认不出来呀。您要是不提琪琪姐啊，我也认不出来您。
你怎么有空回来了？啊，我就是突然想我妈了，回来看看。那件事儿，我到今天都忘不了。朴阿姨，以前我不管，但以后你真的不能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了，要不然琪琪姐也会怪我的。来，这个是我的电话，我给您存上，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啊，就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老了，反正也活不了几天了。我喝出这100多斤了。朴阿姨，警方说琪琪姐是突发性脑溢血走的。不管死因是什么，肯定是宋志平干的。小莫，谢谢你啊，你这个主意很棒。这不是我的主意，这都是李师傅的主意。李师傅？是上次送花的那位吗？对呀，他是咱们这儿的义工。他现在在哪儿啊？我去当面谢谢人家。他一般都上午来，这会儿不在。那他下次来的时候，你通知我一下，我去谢谢人家。没问题。朴阿姨，酒要少喝，多喝点儿，伤口就不疼了。朴阿姨，天儿啊，我想问你，那个法医姑娘是你朋友吗？嗯，多好的朋友，很好的朋友。阿姨，请你帮个忙。您说吧，只要您别再伤害自己，我肯定帮。琪琪那个尸体，我一直冷冻保存着呢。不是，朴阿姨，天儿啊，你只要和你的朋友帮我把琪琪的死因查出来，把那个宋志平抓起来，你让我干什么都愿意。我有存款，我还有这房子，什么都给你们。啊，朴阿姨，我今天问过警方了，他们说当时现场和医生提供的病理报告都很明确，琪琪姐确实是突发性脑溢血走的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你别以为你阿姨我糊涂，其实我精着呢。你以为我一次次的自残，我缺心眼儿啊，我神经病啊？我那是为了找一个好的法医，我能信得过的法医来给琪琪做尸检。没想到啊，老天有眼，你给我送了一个。哎呀，真是，你小时候，你琪琪姐姐没白疼你呀。阿姨，你听我说啊，我真的特别理解你的心情。我妈妈刚走的时候，我也一直出不来。可是后来，可是你现在过去了，是吗？小天儿，不瞒你说呀，有件事情我一直想告诉你，你妈妈的坠楼不是意外。你说什么？你妈的死不是意外，是被人害死的。死了，都死了。我最害怕，我害怕。载你回家。
谁害的他？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你要先帮我。您在骗我？哼，我怎么可能拿这种事情骗你呢？当时你妈掉下来的时候，还是我捂着你的眼睛把你带走，你忘了吗？那是个秘密，谁都发现不了。出笼。那您当时为什么不说？我说了，你爸不信呐。后来你们搬走了。朴阿姨，您今天太辛苦了，早点休息吧，少喝点酒。回头我们早日让琪琪姐入土为安。哼，爱信不信。